普丁访华的事件，我认为才是真正去影响到未来地缘政治发展。川普访华意义就是修补跟中国的关系。25年前决定世界格局跟地缘政治签署，历史重量可能还超过川普来访华。访华的这个行程就是一个帝国余晖。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所以我们先来问一下老师说，这一场西川会谈，你看到的整个形势，为什么美国最后主动权就在北京这里？那是战争形势的哪一种拖累，导致川普原本设定的议程、设定的优势完全没有展现，反而陷入了一个相对被动状态？更甚者，很多媒体都在谈稀土，这次在北京竟然没有谈到，这事情何其严重啊！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深刻的现实，以西方文明出发的脚步来说，它是一个以实力决定你位置的过程。那很不幸的，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们从1989年中美的蜜月期结束之后，因为1989年开始，美国以及西方国家重新开始制裁中国大陆，全面禁止武器出口到中国大陆，是中美蜜月期的结束。中美蜜月期的开始是1972年尼克森访华之后，美国的战略跟中国合作对抗的苏联，拖垮了苏联，的确。可是，在苏联走到最末期的时候，其实西方已经开始慢慢把注意力注意到苏联之后的下一个中国大陆。其实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领导阶层也很深刻，而且很了解，当苏联垮台之后，剩下来西方的这些民主阵营要对付的目标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能不能单独扛住？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在那个时间点，中国大陆是无法单独扛住的。所以，中国大陆在那个时间点，其实大家可能并不太注意哦。在198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西方国家开始全面对中国宣战，开始坚壁，不管在技术上、在军事上加大对中国大陆的壁垒之后，很快的，在这样子的冲击底下，中国大陆的领导阶层做出了一项决定，就是中苏恢复友好关系。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这个重要性，你必须要先有一个把原本中国跟苏联被绑在西方的战车上面强烈对抗这么多年，从1972年一路到1989年的这段时间，那中国当然得到了红利。在这段时间，中国顺利的完成改革开放，那中国大陆也顺利的开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没有看到第二个国家完成，它的难度非常的大，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社会工程，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政治工程，它也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军事工程。但是军事的这一块，其实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即便在美中的蜜月期，从1972年一直到1989年的这段时间，其实西方世界一方面在这跟中国合作，一方面希望利用中国的力量来成为压制苏联的另外一个力量的时候，同时中国也有一块软肋被西方掐住，就是台湾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1972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整个西方的对台湾的利用的程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一方面跟中国大陆合作，另外一方面又希望利用台湾来限制以及利用台湾来控制中国大陆。你可以把台湾视为是一个链子链住中国大陆，那利用中国大陆的力量来遏制苏联的同时，也不让中国大陆越过这条红线。那也是在这个非常大的背景下，即便后来建交之后签了建交三公报，以及在雷根掌权的时候强调的6个保证，那当然6个保证在这次北京的过程里面已经被证实，这个6个保证基本上是不存在，没有这种东西。但是这是整个大的环境的背景，你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你是中国大陆的领导阶层，你是中南海，你在面对西方世界射给你的阳谋的时候，你要如何利用西方世界觉得自己非常得意，他觉得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困住中国，压制中国的生长，让中国大概就成为一个类似拉丁美洲国家这样子的经济体，甚至不会超过印度。中国如何在这样子的阴谋底下去打出自己的一条路？所以我为什么说在1989年这个关键时间点，其实中国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选择，他决定跟苏联改善关系，中国跟苏联的关系正常化。那因为跟苏联改善关系，让中国大陆不再成为西方所谓的对抗苏联的第一道前线，冷战壁垒。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还不知道冷战即将瓦解，但我们后来知道，在1991年的时候，苏联就垮台了。但我们要想，在那个你还没有办法知道1991年苏联会垮台的时候，你是中国的领导阶层，你要如何去面对巨大的选择？毕竟跟西方合作的红利是摆在面前的，跟苏联改善关系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可是我们最终从历史的结果，我们发现这个选择是对的，而且是从很多各种不同的选择里面去挑选了一条最难做的选择，因为毕竟你要去跟过去很多年你的假想敌坐下来改善关系，而且成为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肩并肩一起对抗单极超强的一个合作的伙伴。就我自己本身，我认为其实川普访华的这件事情，其实只是稳定，它并没有任何的突破，它就是稳定了美国跟中国竞争的格局。但是普丁访华的这个事件，我认为才是真正去影响到未来地缘政治发展的。就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跟地缘政治的重量，虽然短短只有停留1个晚上，它的重要性会远超过川普访华的。川普访华的实质的意义就是修补跟中国的关系，它是一个修补跟稳定的性质，它本身并没有带来巨大的突破。就台湾的角度来说，我们承受最多的炮火，但这个其实并没有脱离我们先前的预估，或多或少都已经知道，结果大概是这个样子，只是没有人要相信我们讲的，要把这整个完整的过程先梳理清楚。这一次俄罗斯总统普丁访华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庆祝中俄或者是俄中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5年，满25年，中国跟俄罗斯之间有个这样子的条约。那它是在公元2001年的7月16号签署的，是由当时的江泽民跟刚被选上俄罗斯总统的普丁一起坐下来签署。中俄的友好睦邻条约表面上讲真正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分成2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解决分歧，第二个是携手迎向未来。中国跟苏联双方最大的矛盾点，这4300公里的争议疆界，两国的边境有长达4300公里，而这4300公里的边境是中国宣称我的边境在这边，苏联不承认，苏联说我的边境在这个点，中国不承认。那当你有这个矛盾的时候，你这2个巨大的国家是没有办法合作，就不会有协作这个东西出来，所以你必须要去解决这个边界的矛盾跟边界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这个点来看，其实那个时候的国家主席总书记江泽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一个领导。那不管后面对他的评价如何，最起码光是这一点，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够格，而且他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点做出正确选择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因为他为接下来中国的爆发式的发展铺垫了非常多的基础。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政治形势以及地缘政治的发展，其实是直击在这个，因为其实这个已经谈了很久了，最后决定签署，其实在2001年的江泽民跟俄罗斯总统普丁签署了之后，其实2个国家之间其实就不再有什么矛盾的，双方也都知道这个签订是直基于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共同，但是国内依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于是这个俄中友好睦邻条约在签订的设计的时候，它有加入了一个落日条款，很特别的落日条款，也是在一定的期限之内必须要续约。这个条约是必须要续约，可是为了避免在续约的过程里面又造成很大的麻烦，于是在这个落日条款的后面又加上了一个落日条款的落日条款。我们在其他的条约里面很少看到的规定，就是这条条约里面有一项，如果没有重新续约的话，条约会自动有效。所以一方面满足了当时俄罗斯内部政治精英以及当时一部分中国大陆内部的人对这个条约的争议，就是黄俄派跟黄汉派之间，其实双方都会有这个，但是他预留了一个窗口，就是这个条约签订了以后，并不是不能更动，但是它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才能更动。所以它在很大的程度既维持了解决中俄之间核心矛盾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让国内对条约的反对的阻力降到最小。所以它条约里面很巧妙利用这2个机制来化解这2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过了这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那我们也只能说，双方当初在谈判的，不论是俄罗斯还是中方的这些谈判的团队，都是殚心竭虑，就是为了争取2国关系的友好跟稳定。那事实上，这个不是谈判团队能够做，就是当时的2国的元首跟2国的领导人，其实已经见到未来这个世界可能的发展。所以在这段，不管是台湾的媒体，或者我们在大陆看到很多媒体，基本上都聚焦在川普或特朗普的访问北京线。但我必须个人讲，他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部分我们在他访华之前，其实我们大家可以预测到，但反而是普丁
丁的访华的这一块被大家忽略，就好像觉得俄罗斯现在不是个咖，川普才是个咖。那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讲，在25年前决定世界格局跟地缘政治的是那个时候的签署，这2天的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出发之前，他不是用文字，而是直接对着视频。这个有一个影像的意义，是他直接在对着广大的中国人民在做他的英雄般的承诺跟保证，我就是个血性汉子。我非常感谢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人民对俄罗斯的协助。对，中国人民跟俄罗斯人民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论你喜欢或不喜欢。但普丁是一个，他说话是不会有2套的解释，他跟川普比较不一样。那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必须要回顾，那这个访问其实是有历史重量，我甚至觉得这个历史重量可能还超过川普来访华的历史重量，因为川普访华的这个行程，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它就是一个帝国余晖，真正在历史上的含义就是它确认了过去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讲这个整个地缘政治或整个世界的新的秩序的格局，已经从过往2000年的时候，我们在人类在迎接千禧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地球上就只有美国一级超强的国家。川普的理想布局是这样：如果1月份我抓了马杜罗，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石油；2月份我击垮了伊朗，我在伊朗扶持一个全面亲美或者是听从美国的傀儡政府，又掌握了伊朗的石油。接下来3月份我来访华，那我就是站在一个优胜者的姿态，我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对中国大陆说三道四，要求这个要求那个。那之所以特朗普这次来，其实并不是他一开始他的重量跟定位，就是他是来掠夺的。如果按照原本的期待，他并不是来改善美国跟中国的关系。2月份发动这场战争，结果形势比人强，仗打成这个样，他也没有什么好维持原本的战略，也只能延。所以很快的仗打得这么差，于是原本3月份访华的行程被迅速的，当然是贝森特一直在拉，川普就是就驴下马嘛。那我们就延到5月份，经过3月份，经过4月份的努力，还是没有办法在战场上面扳回一城。于是4月8号勉勉强强的停火，因为接下来就要访华，因为贸易的议题还没有谈妥，我们往后延。但是从那个时间点到4月8号的，这是美国做最后努力，在战场上以军事实力完成目标最后的窗口期。那过了这段窗口期，其实川普他是一个很灵活的商人，他也知道这个没有办法，美军仗打成这个样，如果手上没有牌，如果我再去中国大陆演一副高高在上，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川普很坏，但是他不笨，所以他很快的改变了策略，改变了方式。那他改变的方式就是远超乎大家的急。川普这种狂放不羁的个性，结果一到中国就变成乖乖的小学生。这个我必须要说，对川普来说，内心你如果他没有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不会做这样改。那他巨大的冲击，其实他必须要去面对习近平主席所说的美国的衰落。而美国的衰落这件事情，我们过去从2022年开始，美国用自己的老本给乌克兰回血，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下来，其实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美国的衰落并不是我们嘴巴上面讲，但美国的衰落并不代表中国目前就超过美国。在川普访华以后，一个最不好的想法就是从现在开始，美中之间的关系，中国就占据主导地位。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就是勉强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况。就是过去美国什么阿猫阿狗出来就可以讲中国2句，现在不太敢用这种方式。再来就是美国会不会在后面偷偷在打中国，会用各种小手段阻碍中国的发展？我觉得会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在这次谈判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并没有很多有利于中国的承诺跟发展。唯一大家比较雀跃，其实只是就台湾这个部分的议题。但台湾这个部分本来就中国的内政问题啊，川普讲跟不讲，中国大陆都还是会依照他原本的历史的责任，或者是在民族复兴这个过程里面应该做的事情，中国大陆一件也不会少做，不论川普讲什么。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解读。但是接下来俄罗斯的总统普丁的访华，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大家必须要去关注的重点，因为真正会未来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尤其在东北亚目前面临日本想要恢复成正常国家，这也牵涉到俄罗斯的核心利益。这一次来一定会谈这个问题，而且势必会谈这个问题，而且一定会取得共识。那以2国元首这么高的层次去谈到日本的问题，那大概未来在东北亚秩序这个部分就会得到一个基本的定调，中俄会形成一个合作，而且会一起钳制日本发展的态势，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那第二个就是当然这个整个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取得的，就是中国跟俄罗斯毕竟2个都是非常大
大国家，边界的接壤这么大，那有这么多的核心利益，但是能够一路走到中俄战略协作，能够一路走到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大家不要觉得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很容易，你们去看看美国跟欧洲现在这个情况，欧洲现在只要谈到特朗普，都巴不得用那个人来形容，就跟特朗普形容我们。那另外也可以分享一个大家可能在新闻媒体上面没有看到的新闻，川普访华结束后，美国有一个叫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在 NSC 里面，其实川普的周围，从川普这一个任期上来以后，他还是跟很多方的势力合作，而深层政府跟川普之间的条件是几个专家必须要在川普的国家安全会议里，而川普回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把这里面的4个人开除，这4个都是原本对华鹰派吗？对，当然这4个人的被开除不仅仅只是因为访华的原因啊，包含开始的时候打伊朗这个战争，那有很多安全顾问一直告诉他，这个4个小时，这个4个礼拜，他一直忍着没出手，是等到这次访华回去以后再一并处理。接下来，我不认为川普大的政策跟格局会有什么转变，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不可能让他会有大的转变，但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而这个稳定的状态并不是川普被震慑到了，或者是川普因为如何如何，不是，而是这个就是目前国家实力的改变，迫使川普必须要去面对这个现实。其实我个人比较担心，就是川普迷迷糊糊是最好的状态，他面对现实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其实我们关注到习川见面，其实刚才的分析，其实它是有它的意义，主要是架构中美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形态。你知道习川要见4次面，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这样。9月24号中秋节前夕，他在晚宴上亲自邀请习近平主席、彭丽媛女士回访到白宫。然后我们看到11月在深圳的 APEC 峰会可能也会再来，这2月G20会再来。那当然，美国今年有其中选举是重大事件，这个对川普目前的支持度是。同一时间，您刚才给我们补充了最重要的是中俄关系的进一步不稳固，其实是川普把它称之为 G2， 但我觉得 G2 并不足以形容现在整个世界。其实中国的叙事才是正确，多极化的事。但是在这个多极化的里面，加入多极化的体系的协作，那你就一路壮大。如果你停留在美国 G2 的叙事，依然思想着选边，站在美国 G2 的叙事的话，我觉得你会遇到重大的问题。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困境，也是川普喊停这个军售为一个很重要的背景。3000亿加4800亿，喊停之后不就只剩3000亿了吗？那高喊7800亿等于8000亿的胜利派、8000派，现在这脸丢光了。那我看到现在目前为止，很有可能真的不会卖，因为6项保证已经成过眼云烟了。6项保证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美对台军售，保证不会经过中国跟中国商讨，这个很重要。G2 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大家如果读过博弈论的话，应该知道赛局其实分成2种，一种是零和的赛局，是 one on one， 就是2家的时候，美国赢或者是中国赢，这是 G2 的含义，对中国是比较不利的。那我们知道赛局有另外一种竞合的赛局，竞合的赛局就是在这个赛局的棋盘上不仅仅只是2家，而是会有第3家、第4家加进来。赛局求解通常都是求整个棋盘盘面的最大值，而不是谁的手上的最大值。我们把地球当成是一个棋盘的话，我们应该看的是单纯只剩下美国跟中国的话，对中国是不利的，因为你会被迫必须要美国打什么牌，你必须要回应他什么牌。但是对中国比较有利的情形，应该是这多极化就应该是一个赛局，但赛局你也不能说大家都一人票，像联合国一样，这也赛不出什么结果。所以赛局是有一个最小规模，竞合赛局的最小规模就是3级。我们目前如果看到美国、中国、俄罗斯，这是竞合赛局的最小平衡玩家数就是3个。三国演义并不是随便三国演义，因为其他的玩家会被自然的淘汰，它是一个符合竞合赛局的一个过程。所以当然很多人会跟我讲说，那欧洲应该也是其中的一级。当然我们怎么可以不让欧洲加入？因为欧洲就是棋盘里面要被割的韭菜，所以不能没有欧洲人内耗的太凶了。这是一个，就是我要先解释一下，我其实不喜欢用 G2 这个词，因为我觉得 G2 这个词对中国大陆来说就是一个坑。这是因为川普他在天那些秀里面，他是非常明确的说，但是川普在讲这个其实是他自己的认知啊。川普可能很坏，但川普不笨。当然，也许我的认知是不对，但是我必须要讲，这是我的认知，说我不太喜欢 G2 这个名词。很多人听了很高兴，中国终于变成 G2 里面的 2还是 1，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坑。
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军售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军售它本身就是一个假议题。有关于军售在台湾岛内的争执，其实更大的部分其实是路线的争执，而不是军售本身。很多人在讲说，哎，我要多少，我要多少，我为了要如何如何，所以我必须要如何如何。其实你从本质上面来看，军售就是一个斗争郑丽文的一个议题。讲多少数字的这些人，根本自己都不知道军售要买哪些东西，开始喊8000亿，为什么要喊8000亿？因为他就是想要斗倒郑丽文。你把这些表面上大家嘴巴讲的这些东西全部把它拿掉，有本质。现在其实它就是一个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的路线。那政治斗争的路线，名义上是在斗争郑丽文，其实是在斗争一条两岸之间可能和平共存、和平共荣的路线。他们是透过打击郑丽文，在打击这个路线。郑丽文本身其实代表这个路线本身背后的意义。中华民族历朝历代每个时间点都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人聚集在一起，历史长河浩浩汤汤，这些东西其实并不会影响到整个历史巨轮的转动。你今天抵抗也好，你今天有意见也好，这些都不会改变。